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社。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军援乌克兰呢是越来越吃力，所以有人就想如何把韩国拉下水。韩国总统尹锡悦从去年执政以来，在对外政策方面呢越来越倒向美国，除了对日媾和、加入美国构建的反华盟友圈以外，在俄乌冲突中也跟风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表示敌对的态度。韩国由于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时候受到的限制比较少，所以它的军事工业在近些年来发展得很快，所生产的武器装备属于西方阵营内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一类。因此呢，韩国制造的武器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逐渐获得了声望，尤其是 K9 自行榴弹炮、K2 主战坦克和 FA50 战斗机这些装备，成为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抢手货。但是呢，韩国迄今为止并没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过武器，这让美国的一些政客和智库感到不满。美国的外交家网站报道说，韩国正面临着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从人道主义援助转向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乌冲突持续1年多，西方国家已经不指望冲突很快结束了，但是西方国家在支援乌克兰武器弹药方面越来越捉襟见肘。西方在和平时期的有限的军工供应链无法应对俄乌冲突这样的大规模的消耗，因此西方国家正在寻找更多的武器或弹药的来源，以便提供给乌克兰。韩国自然被美国寄予希望。如何让韩国加入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国的行列呢？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韩国已经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表态支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意美国和欧盟对战略物资实施出口管制措施。韩国还支持将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中踢出。韩国的数字货币交易所也限制俄罗斯的 IP 地址的访问。韩国已经大幅度的削减了从俄罗斯进口化石燃料。在过去的12个月中，韩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和精炼石油产品的数量下降了70%以上，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则下降了40%。韩国还对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提供紧急医疗用品、儿童疫苗和发电机这些物资，以及数百万美元的专款，并且承诺提供大约2.3亿美元，直接帮助乌克兰和乌克兰的难民。但是呢，韩国一直不愿意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背后的原因，首先是韩国的法律禁止向卷入冲突的国家出口武器，而更主要的恐怕是朝鲜因素。韩国前任总统文在寅将俄罗斯视为促使朝鲜重返平壤核计划谈判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担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破坏与俄罗斯的关系。而现任总统尹锡悦则担心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向朝鲜提供先进的战斗机或是其他先进的武器技术来报复韩国。因此呢，韩国并没有直接向乌克兰支援武器，而是采取了迂回的办法，比如说批准向乌克兰出口一些含有韩国制造的零部件，但并不完全是韩国武器的一些武器系统，还向美国出售了弹药，并允许美国转交给乌克兰。现在欧美国家正在向韩国施加压力，要求韩国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西方建议韩国可以采取3个步骤来支持乌克兰：一是授权第三国将含有韩国部件的武器系统转让给乌克兰；二是向第三国提供武器，替换这些国家现有的装备支援给乌克兰；第三呢，是向乌克兰提供非致命性武器，比如说防弹背心夜视仪这样一些物资。另外呢，韩国还可以严格的审查对第三国的芯片的出口，因为西方怀疑俄罗斯正在利用第三国来采购芯片，躲避西方的制裁。比如说2022年，土耳其对处理器和控制芯片的进口量激增了将近1500%。美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的主任特洛伊·斯坦加隆认为，从尹锡悦对美国言听计从的表现来看韩国是有可能接受这些建议的。那么俄罗斯将会如何报复韩国呢？韩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隔海相望，距离只有几百公里。俄罗斯的军舰和军用飞机随时都能够到韩国的周边巡逻。如果俄罗斯真的向朝鲜提供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或者是军事技术，
韩国也是受不了的。这就要看尹锡悦的神经呢有多坚强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